如果给你一根细线，你会拿它来做什么呢？是当成不起眼的玩具，还是用来编织衣物呢？这个男人给出了另一个答案，用它来掌控国家，拨动世界风云。大家好，我是朱二本，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多弗朗明哥与他那充满魅力的线线果实。在琳琅满目的恶魔果实中，超人系果实可谓是能力类型最五花八门的一类。它没有自然系毁天灭地般的力量，也没有动物系野性的狂暴与超强生命力。然而在线线果实出现后，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在堂吉诃德多弗朗明哥邪恶信念的浸淫中，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加持下，这颗果实爆发出了惊人的实力，甚至触及了恶魔果实觉醒这一巅峰境界。线线果实顾名思义，能力者可以自由操控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细线，并达成各类效果。首先是远超一般超人系，媲美自然系的强大杀伤力。利用线线果实制造出的细线，材质十分特殊，其锋利程度可以轻松切割各种物品。无论是格林比特铁桥的坚硬金属，还是小奥兹 JR 的庞大肢体，在明哥的细线面前都如同豆腐一般。凶狠的天夜叉还能在此基础上缠绕武装色霸气，使威力进一步提升，并对自然系能力者造成伤害。曾经将烟雾果实能力者斯莫格轻易击溃，导致后者多年来一直被海迷们质疑，如果不是有卡里布垫底，差点就成了最菜自然系。明哥擅长从5根手指中分别制造出一条细线，随即向对手发动爪击，如同猛兽用它的利刃撕开猎物。5根细线组成了一道致命的彩虹，这即是明哥在战斗中最常用的招式5色线，曾经在瞬间重创3只，也在与路飞和罗的战斗中频繁出现。在这招的基础上，明哥还可以改变线条攻击的方向，从上而下将5根细线贯穿对手的身体，即为另一个招式降无赖线。不过这招的缺点是攻击距离较短，为此明哥又开发了另一个强大招式超级绞边，将数十根细线缠绕在一起，形成长度和威力都大大增强的线边，能够在夸张到犯规的距离外攻击目标。明哥曾经用这招从格林比特的海面上直接将德雷斯罗萨本岛的建筑物切成2半，是十分强大的对称宝具。当然，这种大招也有缺点，发动前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并且出手后很难撤销攻击，容易误伤目标。于是机智的明哥加以调整，又开发出了超级绞边的低配版超过边线，类似蜘蛛侠一样，从手心中快速发射出一条线边，可以灵活地挥舞追击对手，同时也保持了不俗的威力。当然，前面这些招式都还算是近距离攻击，勤劳的明哥继续开发出了另一种收放自如的技能弹线，从自己的指尖制造出一小段细线，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和力量弹射而出，能够如同子弹一般轻易贯穿对手的身体，冲击力却远超子弹。这个招式也补上了明哥远距离攻击的短板，使得线线果实的攻击手段更加全面。而在所有杀招中，威力最强的当属荒浪白线。天夜叉双手同时操控无数白线，从地面生成出如海浪一般的巨大线柱，汹涌地将对手吞噬搅碎。招式发动时的场面十分震撼，堪比自然系能力者。这个技能在果实能力觉醒后还有一个升级版。刚刚这些招式都是从手中发动能力，实际上明哥也可以用身体其他部位发动能力，例如腿部。明哥可以从脚尖制造出数根细线，连同强大的踢击一起撕碎对手，既是明哥又一常见招式足踢线。此外，他还能利用腿部曲线，制造出一条从小腿到脚后跟的细线，变成一把锋利的线锯，用来处刑对手。比起杀伤力，这个招式最震撼的还是眼睁睁看着肢体被切断的恐怖。明哥曾经用它切断了罗的右手。接着我们再来聊聊线线果实强大的防御力和生存能力。由于锋利且坚硬的细线几乎不可能被斩断，因此它也被用于抵挡对手的各种攻击，能够轻易格挡刀剑之类的利器，也可以进一步编织成类似蜘蛛网一般的防御壁，例如能够轻松挡下路飞3档重拳的招式蜘蛛之巢，像巨大盾牌一样能够抵挡下庞大建筑物的招式蛛网墙。不过缺点是线网的缝隙还是留有防御的漏洞，大一点的缝隙甚至还能被对手穿过。防御力与另一位同样在德雷斯罗萨篇大放异彩的角色巴托洛密奥相比稍显逊色，但是明哥又凭借想象力开发出了线线果实难以置信的恢复能力，用细线在身体内修补受损的内脏，缝合各种伤口，从而维持能力者的生命。虽然需要耗费一些时间，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中足以出奇制胜，堪称海贼王版的复活甲。明哥曾凭借这个招式从罗的必杀技星脉休克中起死回生。除了强大的攻击力和防御力以外，线线果实的独特魅力还在于它强大的控制力。作为地下世界的中介人，Joker多弗朗明哥也一直扮演着腹黑阴谋家的角色，擅长操控他人，掌握世界局势的他，与这颗线线果实互相成就，打造了黑暗强大的堂吉诃德家族，一夜颠覆德雷斯罗萨王国，
就是天夜叉无数杰作之一。线线果实能够从空中降下透明的细线，附着在目标的身体上，然后操控他们的肢体动作。这些人也就变成了多弗朗明哥的提线木偶，他只需轻轻拨动手指，就能让傀儡们做出任何他想要的行为。这个名为寄生线的招式，最残忍的地方在于，被掌控的人依然保有自己的意识，却不得不做出各种强烈违背意愿的事情，也因此上演了无数悲剧。除了用线操控他人外，明哥也擅长用线伪装自己。他能将无数细线在空中缠绕，并逐步编织成人形，化作与能力者本人一模一样的分身。分身在本体的掌控下，能够施展出各种招式，也能说话，关键时刻还能替本体承受伤害。这即是明哥得意招式之一——引其线。由于完全是用细线组成，即使身体某些部分被斩断，也不会有大碍。居鲁士曾经斩下明哥分身的头颅，后者却成了天夜叉发动终极杀招的契机。这个终极杀招就是鸟笼，堪称海贼王连载至今最强控场技能。多弗朗明哥先将组成引其线的细线解除，从头颅的位置向天空投射出无数细线，细线在高空中如同烟花般迸裂扩散，随即坠落到地面上，将巨大空间完全笼罩在细线织成的穹顶中，就像囚禁自由的鸟笼一般。它的每根细线都有着锋利无比的切割能力，任何想要逃出的对手，只要碰到就会受伤。它的细线能够令电话虫的信号切断，使得笼子中的人完全无法与外界求援。它还会降下恐怖的寄生线，令人们自相残杀。最后，它还能一步步收紧，将笼子内的所有生命切碎。而多弗朗明哥就像是这个笼子中唯一的帝王，支配着一切生死。到目前为止，多弗朗明哥一共施展过2次鸟笼，第一次是为了争夺手术果实，而第2次则是为了彻底击溃草帽一伙，镇压德雷斯罗萨。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遇见了拥有神的天敌之称的低之一族。在4档路飞的步步紧逼下，绝境中的多弗朗明哥也终于施展出了恶魔果实更上层的能力——觉醒。这是海贼王正作中第一个登场的超人系恶魔果实觉醒。尾田也借明哥之口，向我们讲述了超人系觉醒的惊人效果，能够给能力者周围事物带去影响，获得类似自然系的能力。线线果实觉醒后，可以将周围建筑物全部变成细线，在此基础上，多弗朗明哥的所有招式都能得到史诗级增强。例如，从地面上冒出数根巨大线柱，哪怕4档路飞的攻击也能挡下的盾白线，将整个地面变成由细线组成的海洋，缠绕并吞噬海面上一切对手的海源白波，同时操控数千条缠绕武装色霸气的细线，在瞬间包围袭杀对手的千箭穿心与击线。果实觉醒在给明哥带来爆炸性实力提升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超人系果实的真正潜力和想象空间。在此状态下，天夜叉的终极杀招更是令人惊叹，将地面上所有细线集中成16股缠绕武装色霸气的巨浪白线，然后从四面八方以凌厉无比的速度袭向目标，将敌人彻底贯穿粉碎，如同高高在上的神给予凡人死亡制裁，堪称多弗朗明哥的终极杀招16发神圣胸弹神诛杀。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恶魔果实图鉴超人系线线果实的简单盘点啦。我是作业本，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下次想看哪颗果实，留言告诉我吧。